但是我们觉得有点无聊，家里的饭菜吃的也有点腻，所以我老公就约了姐姐和姐夫，还有他们的儿子，就一起买了外卖，找一个空地去吃。但想来想去，这个时间点去哪里都不合适，然后姐夫就把我们约到了他的办公室的门口。他这个办公室是其中一个临时搭建的，因为你看马路对面的这些空地都是他在出售的，所以他们的临时搭建这个办公室很简单。如果这块地卖完了，他一个拖车就可以把办公室拖走。哎，我挺想问一下，都说沙特阿拉伯女人没有地位，生活非常不好的那些人，你们这些信息是哪里来的？就是在沙特这边我看到的，就是脏活累活、体力活全是男人干。女性也可以自己上班，上班赚的钱自己放着，老公还会给你生活费。你自己想开 party， 你自己想聚会，随时随地老公为你服务。就是怎么会觉得女性没有地位？而且你看那个，我老公的姐姐们，她们都是自己买了车，驾照都还没有，自己买车，自己开车，自己跑。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很多人有这种想法，包括我自己的父母，还有我自己的亲戚，在婚前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通过我这么多年结婚以后，他们其实都是有改观的。之所以会说，是因为不了解，所以我是希望通过我的视频让更多人去了解。其实我们被别人误解的同时，也在误解别人，不是吗？然后你们看，我们现在吃的这个饭是叫 Cobster， 然后全程都没有告诉我们吃的是什么肉，吃完了告诉我是骆驼肉，但是你别说，味道还是挺好的。姐姐准备了3壶饮品，咖啡，还有那个茶，还有一种是泡的薄荷。我在这边呼吁一下大家，就是大家还是理性一点的看视频吧，就是你想了解什么可以没问题，你留言告诉我，就是不要对自己未知的领域去做任何的这样子的一个判断或者是下结论，我觉得这样子会去误导很多人。你看我在嫁给我老公之前，我的父母也被误导了呀。而且大家要很清楚一点，是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国家文化的背景下，会有不同的人性。这个跟种族，这个跟国家是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好吧，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如果你有想了解的，请在那个评论区留言。好了，散会。我们今天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叫埃帕。它是沙特阿拉伯靠北边的一个城市，也是我老公从小生长的地方。我婆婆和大部分的老公亲人他们都在那边定居。还好全程飞行差不多只需要40多分钟，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吧。不是特别远，700来公里。肉肉非常兴奋，特别期待去跟她的2个表姐见面，3个小朋友在一起非常开心。好多人都认为沙特阿拉伯跟其他的一些想象中的中东国家是一样的，都是以沙漠为主。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你看我们自己居住的这个城市吉达，它是靠海边，它也有很大的沙漠面积，但是它有很大的一个红海，所以就是不是很干燥的那种沙漠地带。然后那个我老公现在我们去的这个城市，它是1年4季分明，然后绿化呀还有什么都是特别好的，他们有山，还有一些峡谷。然后那个城市几乎是所有去沙特阿拉伯旅游必到的一个城市，因为那边你能看到一些非常奇特的景色。你比方说他们会在不是很冷的冬天就会下冰雹，还会下雪。这个其实是我在来沙特阿拉伯之前我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我觉得像中东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干燥还有就是沙漠面积比较大。但是埃帕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海拔比较高，就是如果说我们坐飞机下来的话，我会明显的感到胸闷。那如果我们开车从吉达开到埃帕，差不多要开10个小时左右。然后你在开车快到埃帕的时候，你会明显的感到，就是你在开山路的时候，明显的感到就你的胸越来越闷，然后就是呼吸越来越困难，
就是像我是那个症状比较明显的，其他人都还好。然后你到了家里以后，你把你化妆品的瓶子打开，你会发现跟在飞机上的有气压是一样的，都会飙出来的那种。还有肉肉喝水的水杯也是这样子，所以他们的海拔不是一点点高。埃帕那边它的气候气温会比我们在捷达要低一些，所以我们下了飞机都会穿一个外套。然后你看外面的空气，你看天上就知道，就是空气挺好的。我们现在等婆婆的司机来接我们，我们这次没有开车来，是因为我们待的时间比较短，就2-3天而已，我们就要走。婆婆的司机到了，如果没猜错的话，这次他又是戴了一顶绿帽子。我跟我老公也解释过，就是绿帽子在中国的一个诠释其实不是太好，但是他们这边好像很多人戴绿帽子，因为他们的国旗就是绿色。这个司机他是印度人，在婆婆家里工作了好多年了，7-8年了吧，应该这个是。婆婆家里还有一个时间更久的20多年，那是在家里看家护院的那一种，就是打扫一下庭院什么的。我们已经到了，你们看到的这个小房间就是我婆婆临时搭建出来，当时疫情很严重的时候，我们过来住了3个月，我婆婆花了提前1个月的时间给她装好，然后买家具。这个鸟一直关在里面，因为它有一次飞不见了，找回来了以后就一直关着，没把它放出来。这个房子我听我老公说应该是生活了很久了，跟我公公一起，公公现在不在了。然后这个房子他们应该生活了有几十年了吧，现在都是婆婆一个人在管理打理。然后家里是每个女儿都有一个房间的，儿子是没有的。就是我跟我老公是住在院子旁边的一个房子里面，是因为我们常年在上海定居。肉肉已经非常迫不及待的，她的2个表姐登出来了已经。这3个孩子每一次见面都非常非常的火热情，然后待了几个小时以后就开始扯皮，挺好玩的。我非常非常喜欢他们，他们就是没有那种含蓄，就是爱呀喜欢呀都是挂在嘴上的，跟我肉肉是一样的。但是3个人在一起就是在家里造反。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坐下来跟婆婆聊天。其实我老公在埃帕的时候，我们都是早上要过去打个招呼，一起喝个咖啡聊个天，晚上也要过去，就是基本上是一直要陪着妈妈的，除非是有事情。像这个埃帕这个景色是我们去年拍的。这个紫兰这个花，它差不多是在刚刚春天的时候开，然后花期是1个月就会谢掉。那1个月的时间，就是来这边旅游的人还是挺多的，属于旺季。然后它这边如果再把车开远一点的话，有一些山，还有那个峡谷，包括就是你在这边你觉得温度还不错，你开2-3个小时以后，你会发现那边特别冷，还有的地方会同时下冰雹。所以它这边气候很有趣，很有意思。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来沙特旅游的话，我觉得我推荐就是还是要来一下那个埃帕这边。但是我不推荐大家盲游啊，因为这边会英文的人特别少。然后你在这种国家的话，最好是有一个比较懂的人，先做好攻略，然后有人带是最好的。好了，散会。